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世界上所有的法则，其实就是因果循环。民间有这么一句话：父母债，子女偿。父母欠了什么债，造了什么孽，要么自己来偿还，要么子女来偿还，要么这两代人一起来偿还。反正没有谁可以逃过因果的制裁。欠了别人钱，哪怕父母这代人走了，孩子这代人也要接着还。欠了红尘的债，那就更麻烦了，一代接一代还下去，直到因果了结的那一天。莫道因果无人见，远在儿孙近在身。父母造了这5种孽，老天就会让子女来偿还，逃不掉。1. 家庭之间的冤孽会让后人来偿还。有的父母喜欢惹是生非，不是这里得罪人，就是那里与人结怨，结果不过是子女后人处境艰难，受苦受难罢了。在周朝，晋国的一位国君向周天子进言说：齐地的诸侯藐视您的权威，我请求您杀了他。周天子听了晋国国君的话，杀了当时的齐公。就是因为这件事，让齐公的后人特别仇视周天子和晋国，发誓不报此仇，誓不为人。200年后，齐襄公亲自领兵，声称要为了先祖报仇，陈兵在周天子的境内，顺道灭了晋国，一路上无人可挡。齐襄公得偿所愿，帮先祖一雪前耻。晋国国君一家跟齐公一家的仇恨，从结下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注定冤冤相报了。这两家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，只会永远仇视下去，直到报仇雪恨的那一天。身为父母，为了后人着想，少与人结怨，否则后续的问题会特别多。2. 父母毫无德行，后人基本要吃大亏。德行2字，人们经常听，可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所谓的德行，就是指符合天道的品德和言行。保持善良，这是一种好的品德；坚持3省吾身，这是一种好的言行。前人做得好，有德行，后人才会有样学样，有端正的3观。在20年前，村中有一户人家，经常教育儿子和女儿去当3只手，也就是小偷，不仅偷邻居家的东西，还偷外人的东西。有些时候，儿子和女儿空手回家，就会被父母责骂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子女接受了这种3只手的观念，所以他们长大后就以偷盗为生。10年过去了，子女都长大了，但他们的结果都不太好。儿子因为偷盗，手被人打断了，落得终生残疾。女儿混到了不好的群体当中，碰了黄赌毒，蹲牢里去了。父母不懂得教育子女，没有德行，子女就会走歪路，终究不会有好下场。3. 父母性情暴力，走了极端，后人就悲惨了。谈到性情暴力，走极端，就不得不谈到这么一个牛人，明太祖朱元璋。他出身底层，从一个讨饭的乞丐奋斗到大明的创始人，确实厉害。不过朱元璋有个特点，嗜杀，喜欢屠戮功臣。明初4大案就屠戮了无数人，创下了历史上帝王杀功臣的新纪录。朱元璋以为自己是天子，是皇帝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在人间确实如此，可在因果和天道面前，他就显得特别渺小了。朱元璋的原配妻子马皇后死在了他前面。不久后，朱元璋最喜欢的大儿子朱标也死在了他前面。紧接着，2儿子和3儿子也死在了他前面。可以这么说，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不仅送走了自己的妻子，还送走了3个儿子。哪怕是传给孙子朱允文的皇位，也被4儿子朱棣夺走了。性情太过于暴力，不仅让自己蛰伏蛰受，也会让后人蛰伏蛰受。
4. 父母捞的横财太多，可能会害死子女。有一种人，基本都没有什么好结果，一夜暴富的暴发户，要么富不过1代，要么富不过2代，要么连家庭都灭绝了。对此，有些人不理解，一夜暴富的暴发户真的就不好吗？可以这么说，你一瞬间得到了多少的横财，就会招惹来多少的厄运。正如老子所言，福兮祸之所伏，祸兮福之所倚，4个字就能概括，福祸相依。这一刻，你确实一夜暴富了，一家人都过上了奢侈的生活。可就是因为一夜暴富了，所以一家人都懈怠了，也逐渐堕落了。钱这种东西，既能够救命，也容易杀身。横财太多，但父母和子女都没有强硬的命格，镇不住，那横财就会对他们造成反噬，害死他们。钱要慢慢赚，名要慢慢谋。那些来得太快的东西，十有八九都是有害的。5. 父母败家的债，需要儿女偿还。生活中不乏一些父母误入歧途，沾染恶习，败光家产，负债累累。当父母欠下的债务过多，无力偿还时，儿女就首当其冲要代为偿还。在电视剧《流金岁月》中，蒋南孙的父亲执迷于炒股，不仅败光了家产，还欠下了大笔赌债。因为不敢面对残酷现实，也难以承受生活的重负，他最终选择跳楼自尽，缢死了之。可是冤有头债有主，他的离世并没有让债务消失，而是全部转移到了女儿蒋南孙的身上。为了替父亲还债，蒋南孙不仅失去了原本富裕的生活，还影响了自己本该拥有的大好前程。现实生活之中，因为父母欠下无法弥补的债务，而子女被迫偿还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。从本质上而言，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的成员，本质上都是血缘与利益紧密相关的共同体。祖父儿孙，血脉相连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富贵时共享荣华，落魄时共担债务。有能耐的父母，凭自己的本事赚得盆满锅满，让子孙蒙受阴福，使家族薪火相传。没本事的父母，只会败光了家中的积蓄存粮，让儿女备受指摘，给家庭平添耻辱。更有许多父母沾染上不良的恶习，搞得家里乌烟瘴气，一人拖得整个家庭负债累累。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所有父母为所欲为败家的债，都是此生造下的恶孽，父母不还，子女也要还。若是不想毁了自己和儿女，毁了整个家庭的幸福，一定不要误入歧途，搞得债台高筑。身为父母，务必要多为儿女后辈考虑，不要因为自己造的孽，而让儿女遭到报应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